是我让高大哥瞒着你的。今日在此，我想请高大哥给我做个见证。饮了这碗酒，我便会彻底忘记你我之前的一切。我们重新开始，从今往后，只是至交好友。好。如此，甚好。甚好。于你而言，我若再对你有感情，便是一种负担。其实这何尝不是我的负担？我与宋儿已结为夫妻，若我心中再想着你，于他于我，都是一种折磨。不过时间真的是好东西啊！我渐渐发现，对你的感情，只是愧疚而已。愧疚当初我的离开，愧疚你有难的时候，我未曾陪着你，心里一直有个结，所以迟迟放不下。你打了我一巴掌，终于将我打醒了，我是该放下了。什么？你要嫁给杨赞？你不是在说笑吧？有人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开玩笑的吗？天王哥哥，你帮帮我嘛！其实朕啊，早就看出来了。随国公府倒是名门世家，但是你得告诉朕，这杨赞，你究竟喜欢他什么？他温文尔雅，又精通音律，说话也好听。总之，我一见到他，我这心啊就砰砰砰砰的跳。我不管，杨赞他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，说什么我也要嫁给他。若是天王哥哥不答应，我就老死在宫中。你看你，朕也没说不让你嫁呀，只是你突然跑进来，开口就让朕赐婚，你得容朕好好想一想嘛。哎呀，天王哥哥，你就不必再想了，只要您金口一开，您答应赐婚不就行了吗？反正我非杨赞不嫁，若是天王不答应，我今日就不走了。哎呀，起来起来！哎，只要你喜欢，朕当然不会反对啊。只是不知大冢宰是否会答应。你也知道，因为独孤伽罗一事，大冢宰与随国公如今是势同水火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若是我说服了大冢宰，天王会不会赐婚？你若是能说服大冢宰，朕即刻赐婚。一言为定，天王哥哥可不许反悔。朕一言九鼎，何时骗过你啊？太好了，那珠儿先谢过天王哥哥，那珠儿就不打扰了，先行告退。何必自讨苦吃呢？伽罗啊，今后你打算何去何从啊？你和杨坚，你若是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们都可以帮忙。伽罗，我们也一直在想方设法追查宇文护的罪证，但还未掌握你所说的那些关键证据。自我之前当街刺杀之后，宇文护的进出防范甚严，晋国公府更是铜墙铁壁，看来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追查也需暗中进行。宇文护党羽众多，切记勿打草惊蛇，必须调虎离山，才有下手之机。最近听闻宇文会自接手了杨将军的精兵后，气焰嚣张，他为扩建别院，强占民田，致使那一带的百姓流离失所。宇文会，他真是长安一霸，向来仗势欺人。上次强抢民女已被我们教训过了，如今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伽罗，你若有什么想法，我们大可从长计议，不要再孤身犯险。铲除宇文护，那不是你一人之事。我们皆为天王臣子，理应为大众拨乱反正。对，宇文护欺君罔上，为祸于民。如今精兵在手，往后他想做的事，更无人敢拦。长此以往，忠臣良将难逃厄运，大周朝纲尽毁，百姓必苦不堪言。不去庆父，鲁难危矣。除恶不尽，贻害无穷。乱臣贼子，得而诛之。
伽罗，你只是答应了，不可再擅自行动。天理昭彰总有时，善恶必报终有期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好，我们改日再聚。你刚才说的那些放下的话，在骗自己吧？原以为说出口，便真的能放下，可这心却更痛了。哎呀，半夜3更的，啊，堂兄，出了什么天大的事儿了？堂兄，堂兄可真聪明，这事儿比天还大。哦，我活到这把年纪了，还未见过什么事儿比天还大。我想要出嫁，请堂兄为我婚事做主。你有意中人了？竟有人能让你喜欢到3更半夜跑到我府上来让我做主的地步，那这人必定不是凡夫俗子。说来听听是谁呀？那堂兄，你先答应要为我做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太好了，此人便是随国公府3公子杨赞。什么？杨赞？我没在做梦吧？不行啊！为何？堂兄，你刚才还说要为我做主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下嫁给那杨家太委屈公主了。公主若是想出阁，我定会给你找个人中之龙，那才配得上我大周公主之尊。哎呀，堂兄，什么下嫁不下嫁的，只要我喜欢就不是下嫁。那我也再说一遍，不行。若是父王还活着，他定会依着我。如今我这个公主就是个没人管、没人疼的孩子，连想嫁给喜欢的人都不行。堂兄，堂兄，堂兄，我知道你最疼我了，所以我才来找你做主的嘛。你嫁谁都行，唯独杨家不行。公主不要，有话好说，莫伤了自己啊！你走开，公主。堂兄今日若是不答应，我就死在这晋国公府，看你们如何跟天王交代。哎，公主，这招你都用过不知多少回了。你要威胁我父亲，能不能换个法子呀？啊？你们不现实吧？我真动手了，你们可别后悔。公主，时辰不早了，回宫休息去吧。公主，公主，你不要吓奴婢啊！公主，哎，公主，父亲，这大冢仔，你先出去吧。簪子呢？把簪子给我。宝莲，你们信不信？我真的，好了好了，想不到你从小就怕血，为了杨家那小子，居然敢用抹脖子来威胁我。若是传出去，岂不成了皇家的笑话？谁让堂兄出尔反尔？你当真喜欢杨赞？当然了，我脖子都磨了，那还能有假？若你执意想嫁给他，也并非不可。真的？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要定期向我禀报杨家所有人的一举一动。若是公主不听话，那杨家，尤其是杨赞，会吃不少苦头。公主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这有何难？我答应你便是。那好，那我改日叫天王为你赐婚。太好了，堂兄，不要等了，就明日吧。明日一早，你便请天王下旨赐婚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我担心他被别的女子抢走了。
堂兄，又怎么了？簪子，我已经答应你了，你还要做什么？那个簪子是真金的，还是我特别喜欢的样式啊！啊，堂兄，金子！宇文护，都是因为你，你害了所有人。你是大周的毒瘤，唯有除了你，才能还杨家兵权，才能让天王掌权，还天下太平。你是何人？是我，大嫂。大嫂，你没死，你还活着。伽罗，我没想到你也在这儿。大嫂，你的脸……不对，我明明见你身受重伤，我亲眼看到你跌落悬崖的。你是如何活下来的？当日坠崖，我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谁知命大，摔断了腿，昏厥过去。幸好有猎户救了我，才捡回了这条命。和命相比，脸又算得了什么？碎石锋利，怎可能完好？等我能起身走动的时候，再回去找你们。已过了很多时日，我只看到了墓碑，还以为你们都……我没有去处，也不能见人，只想回来这里看一看。伽罗，真是万幸，你还活着。父亲、母亲，还有你大哥，在天之灵，总算安慰。大嫂，你受苦了。岳丈、岳母、大嫂，请允许我现在心里边这样唤你们。父亲已经答应让我娶伽罗为妻，从今往后我会待她好，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，铲除宇文护。我见你不在家中，就想你也许会回到这里，便过来看看。是，我想家了，所以回来看看。虽然我的家人都已离开，但只要回到这里，就还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。伽罗，若是你愿意的话，我想给你一个新的家。你知道家是什么吗？家是这世上最温暖的牵挂。有家可回，有父母在，才是人生在世最大的福气。伽罗，你知不知道，其实在我心里，我早已将你当作是我的家人。我想陪你一起走完这余生。杨家为了我，已卷入灾祸之中。你若是要保护我，那受伤害的便会是杨家。你忘了我吗？去找一个门当户对之人，安稳地过完你的一生。我问你，若我真的娶了别人，你会安心吗？可是眼前的路太难走了，我想一个人走完。你一个人走，我不放心。既然夜那么黑，
你何必独行？既然路那么长，你为何不让我陪着你一起走完它？杨家以为我牺牲了太多太多，我不能再拖累你。苍天不仁，我人生残破，早已没有机会。杨姐，你听清楚，我祈愿你这一生平平安安，我不要把你也拖进这深不见底的漩涡中，因为我身在其中，深知其苦，我不愿你同我一起受苦。佳璐，为了你，我什么苦都愿意受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在你身旁，为你遮风挡雨，好吗？你的好，会是我人生路上恒久的明灯。可惜造化弄人，我不想再亏欠你。你回去吧。佳璐，你让我静一静。我只要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陪在你身边。三纲以正，王化世先；二姓之和，人伦世序。兹尔顺阳公主，柔仪明婉，书性和惠，端贤外素，敏悟内照。隋国公之子杨赞，华胄宫人，温良美貌，当身下嫁之命，侍宠旧勋之家。命尔杨赞为驸马都尉，以上顺阳公主。尔当奸夫道，勿宠勿慢，永肃其家，以趁亲亲之意。着春官府事备迎亲之礼，择日完婚。还不快谢恩！谢天王，天王万岁！谢天王，天王万岁！恭喜啊，隋国公！有劳内官这么早来宣旨。哎呦，不早了，比起公主啊，我真不算早。那我便回宫复旨了。请内官慢走。厉害，三哥，真有你的三弟。天王为何突然给三郎赐婚呢？哎呀，父亲，还能是为何？圣旨都说了，三哥温良美貌，才学深厚，定是天王觉得这世上只有三哥与公主最相配，所以便赐婚了。我今日去宫中复职，便听说是公主送你出宫，看来你们早就相识，还情投意合。你倒是很会保密啊！行啊，三弟，你这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！看来我这个二哥可是落后于你了。哎，公主一到，福星高照，连我们隋国公府的梅月都一扫而光了。大嫂，街上还有一些百姓，真是可怜。我们这荒废着，就让他们进来避一避吧。不过我们的粮食也只有这么多，能救济多少算多少。谢谢。大嫂，你心地善良，谢谢。母亲若是还在，也会如此施粥的。谢谢。都是宇文护一门恶霸，为一己私欲强占民田，害这些百姓无家可归。谢谢姑娘，你们真是好人呐，肯收留我们，给我们粥喝。是啊，谢谢。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会欺负我们，还霸占了我们家的田，这让我们以后如何过活呀？是啊，我大哥要去告官，可那人说他就是官就是法，还说什么那一片本就是无主荒田，是奉了旨赏给王公大臣的。我大哥还被宇文会那几个穷凶极恶的手下给打死了。是啊，是啊，都别欺负我们，我们怎么活呀？那宇文护在接手我2支精兵之后，居然将他们打散，发派到
各个州郡去。大多数将士不愿意离开长安，于是双方便起了口诀之争。有几个士兵，兴许是言语冲动了一些，竟被那暴怒的宇文慧活活给打死了。是我将他们送到宇文护手中去的，我对不住他们。方才有2个老部下来找我，说他们已决意刺杀宇文慧，为他们的同胞兄弟报仇。我劝他们万万不能鲁莽，即便真要动手，也一定要择机而动。唉，大郎啊，为父身为将军，必须对那数千将士的性命负责。如今形势已容不得我心慈手软。那宇文护若是想要动我，我可以隐忍，但他绝不该伤我将士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先发制人。来，拿着。谢谢。谢谢恩人，谢谢。给，快吃吧。给，谢谢，多谢，谢谢。好人呐，大人。佳洛，你这几日过得如何？你怎么如此固执？明知是个火坑，也要往里跳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本就不该畏惧困苦，况且是为了你。你最近瘦了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哎，佳洛，为何有那么多难民在此啊？他们都是受宇文慧迫害、流离失所的百姓，暂避在此。佳洛，我有话要与你说。宇文护已将2支精兵据为己有，宇文慧更在军中无故杀人。他杀的可都是我大周的将士，所以父亲已经决定要对其动手。你们要杀宇文护父子？为民除害，替天行道吧。那好，不过你们杀宇文护的行动，我要参与。你们有什么计划？我已经得知，公主和三弟成亲之日已定，但当日宇文护并不会出席。可若是你我也在同一日成亲，并给宇文护送去请柬，以宇文护那般多疑的性格，我想他大有可能会来一探究竟。到时我们在魏国公府大摆宴席，宴请相邻，我上门迎亲，再邀其过府观礼。在前往隋国公府的路上，不行，万万不可！若以婚礼引宇文护入瓮，那实在太冒险了。佳洛，其实我已经想好对策，我绝对不会让我那年迈的父亲与3个弟弟身陷险境。刺杀宇文护的行动，由我一人来做，我定不会将火引至隋国公府。杨坚，我问你。你是想要报仇，还是想与我成亲？暂时成亲。与你成亲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。我多想给你一个和美盛大的成亲之礼，如今看来，恐怕是没有机会了。佳洛，你是否愿意嫁给我？
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佳茹，原谅我。这场风雨过后，无法再陪你走下去。如若以我之名能换你一世平安，我愿意。杨戬，不敢拥有，只因害怕失去。我在你眼中看到了我自己，所以更不能让悲剧在你身上重演。这一世，你我做不成夫妻，来世，望能再续前缘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气死我了！杨戬与独孤伽罗居然要成亲了，竟敢与公主在同一日，还摆什么宴席？请去的那帮都是贱民，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公子稍安勿躁，大冢宰已经知道了。还不是你惹出来的事！我叫你收敛些，你偏偏不听，反倒闹出人命来了。我说过多少次，杀人也是分时候的，有的时候管用，有的时候未必。大冢宰息怒，公子都是有理的，别人就算要查，也抓不到把柄。就是，父亲，我那是杀鸡儆猴，这也是您教我的。不这么做，他们能听我的话吗？你糊涂！我们要的已经到手了，下一步便是收拢人心。你这样胡来，闹得民怨沸腾，这与大事有何异啊？晋国公府的颜面何在？到头来，还不是要我替你收拾？大冢宰之意是要去观礼？父亲，去不得，此事必定有诈。我堂堂大冢宰，连天王都不放在眼里，岂会怕他们？独孤伽罗一介女流，杨忠也无一兵一卒，他们能奈我何？在婚宴上刺杀我，除非杨家真想自取灭亡，我倒要看一看，他们穷途末路了，还有什么招数？徐大哥，明日迎亲，父亲定会以为我们将在青庐行礼后再动手，而我，则打算以为公主和我们证婚做借口，在宇文护前去随国公府的路上，便采取行动。所以，还请徐大哥沿路安排好一切人手，做好准备。你放心，伽罗之前跟我说了，我会安排身手过硬的兄弟，装成百姓跟你去迎亲。路上按你所说，会设好埋伏。徐大哥，大恩不言谢。伽罗，你再这么说，便是不拿我当自己人了。杨戬也说了，我们齐心协力做这件事情，并非为你，而是为我们自己，为大周。你不必有任何的负担。徐大哥，伽罗有幸结识你，实乃三生有幸。客气了。伽罗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同徐大哥商议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徐大哥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要托您将我的二弟和四弟平安地送出长安。这自然没有问题，我会增派人手保他们平安。
薛大哥，其实我另有一事相托。但说无妨，我必定尽力。此次行动，我最放心不下的，便是伽罗。你的意思是？还请徐大哥，明日务必保护伽罗，定要在迎亲的途中便将伽罗打晕，并将接送出城。之后的事情，一切就交给我。杨戬，你是否想过后果？若伽罗知道了，他会终生不安。我答应过魏国公，还有伽罗的大哥，一定会护他周全。但他的脾气秉性你也知道，一旦他决定的事情，我们根本无法阻拦。我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魏国公与我有大恩，我自当护卫伽罗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徐大哥，你对在下的恩情，来世必定结草衔环以报。徐大哥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是啊，你看看，恭喜啊！太漂亮了！下走无才，得至高门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请君下马来，缓缓便商量。新父子催出来！新父子催出来！门额常时在，女士暂来客。这只发簪是我亲手刻，赠予，留作纪念。杨戬，多谢你真心待我。杨家上下正直仁爱，应得善果，所有苦痛便由我一人承受。真好看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伽罗，你今日真的好美，仿佛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留在你的笑容里。在我心中，你一直都是眉眼温柔，君子如玉。王后驾到！在
在家做女冠娇莲，今作他妇信前缘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甚是想念你，早就想来看你。今日你出嫁，我是你姐姐，怎能不来？可是，你不是被禁闭佛堂吗？不要紧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来。我怎能让我的亲妹妹一个人出嫁呢？这些嫁妆都是本宫亲自为伽罗准备的，杨坚，你一定要好好待伽罗。本宫这个妹妹，从此就交给你了。王后，纳征当日我未说完的话，今日便一并说完。我不会去三妻四妾。这辈子，我只有伽罗一个妻子。如此，自是最好。伽罗，这些嫁妆中，有我当年的嫁妆，带来给你，就当是父亲母亲为你准备的。我独孤家的女儿出嫁，嫁妆理应是独孤家的。谢谢你，姐姐。这丝帛是我出嫁之日，父亲亲笔所写，是对我的嘱托。今日我将此物转赠于你，就如同父亲陪伴在侧，送你出嫁。吾之爱女，父亲虽常年征战在外，但你们都是父亲心头的牵挂与惦念。只愿你们此生安乐。今日你将出嫁，步入另一个家族，幸福与否需靠你自己，但父亲会是你永远的后盾。望他能懂你，你亦能懂阴晴圆缺。愿女与夫君携手白头。不哭了，这个是天王赏赐的西域送来的葡萄美酒，祝你们夫妻恩爱，永结同心。谢天王。我可不能把妆哭花了，待会儿还得去迎青炉呢。多谢大姐与天王，我与杨坚先款待相邻，稍后自会去随国公府。王后，您出宫多事，未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是否先行回宫啊？啊，不会误了吉时吧？姐姐放心，不会耽误。大冢宰到。大冢宰，每次都来得这般快，本宫都不得不怀疑，宫中是否有你的内应。3月未到，擅自出宫，身为一国之后，无视法度，不守旨意。王后自己有错在先，却还有脸质问于我。
是天王准许本宫出宫的。本宫送亲妹妹出嫁，何错之有？你也知道，本宫是王后。你一介臣子，对本宫大声呼喝，究竟是谁目无尊长，以下犯上？宇文护，你的所作所为，迟早会遭到报应的。王后再伶牙俐齿，也改变不了不遵守皇室法度的事实。天王也不能徇私保你。若说报应，你们独孤家落得今日之下场，莫非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？你妹妹今日能活着出嫁，实属不易。幸好杨家还有东西可以换。聪明人从此就该安分守己，不要惹是生非，自寻死路。一些雕虫小技，还是回去好好修炼吧。来人，在，请王后回宫。是。王后您请吧。伽罗，姐姐今日来，就是想亲自送你出家。如今你二人结为夫妻，姐姐心愿已了，也该回去了。你是独孤家最后的希望，好好活着。姐姐保重。王后，请吧。还未到吗？哎，可不是嘛！你看都什么时辰了，这杨坚迎个亲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你说这伽罗家中已经没有什么姐妹妯娌了，难不成谁还拦着他不成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啊？不会吧？要不我派人去看看？还是我去吧，这里宾客众多，你留下帮忙，安抚好公主。嗯，也好。大冢仔，前事莫提。今日是我与杨坚的大喜之日，您既然来了，那便喝杯喜酒，吃口喜饼，沾沾喜气。这是天王御赐的葡萄酒，姐姐说这是特地从西域运来的。极为少见，一般人喝不到。哼，天王对你们还真是厚爱。我敬大冢仔一杯。大冢仔，您是怕我在酒中下毒吗？难道大冢仔以为我真的还会继续和您作对？不死不休吗？我随太祖打天下至今，大风大浪经历无数，与我作对之人还少吗？如今都化为一堆白骨了。此刻，王后还在回宫的路上，杨家正在迎宾，我还要感谢杨将军，加上他亲手奉上的2支精兵，如今从皇宫到整个长安城，尽在我掌控之中。我若有不测，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。
既然喝了喜酒，那这喜饼也请大冢仔尝尝。想必您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我为何对一个杀父仇人如此客气？很简单，姐姐虽然已经回宫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即便是天王也保护不了她，所以我只能求大冢仔您了。姐姐已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，我只希望她后半生无忧无虑，好好做她的王后。为此，我可以当过去一笔勾销，从今往后，大家相安无事。大冢仔，请。宇文护，你奸猾一生，万万想不到，只有同时喝下这酒、吃下这饼，才会毒发。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我若有不测，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。饼中一定有毒。有刺客保护大冢仔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不用管他，抓住刺客，要活口。宇文护，你这个奸贼！杀我夫君，夺我田地，害得我人不人鬼不鬼，你罪孽滔天。今日我杀不了你，来日你必遭天谴。五个人等，全都退出！不行，这些人必定与刺客有关，全部都要抓起来审问。不必了，这些人还没这个胆量。敢借婚礼行凶者，就在这堂上。来人，将此二人拿下！慢着，慢着！大冢仔，请问你有何证据证明是我们指使的呀？你们突然与公主同日成亲，又弄了这么大的排场，故意引我前来，分明就是阴谋。难道还想脱身？大冢仔，刺客已死，只是一个寻常妇人，他为何要杀你？刚才已经说得清清楚楚，是你晋国公府欺压百姓，害人在先，与杨家毫无关系。是啊，大冢仔，我们若真有暗杀之心，岂会派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？况且，刚才她还挟持了伽罗作为人质，各位皆亲眼所见呀。大冢仔，您可不能妄加猜测呀。独孤伽罗，他究竟是谁？他必定是你独孤家的人，对不对？独孤家的人只剩下伽罗一个，相信这一点，大冢仔您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你说话呀！
他人是死了，但我可以让他死无全尸。大冢仔向来斩草除根，岂会留我独孤家活口？我不知他是谁。大冢仔若有心对付杨家，用这样的理由，如何堵天下悠悠之口？你的嘴与你父亲的骨头一样硬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来人，在。将刺客的尸首带走。是。你不是硬气吗？他既然与你无关，你哭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他和我一样，都是受人迫害、孤苦无依之人。我为自己哭，有何不可？在这长安城中，还有很多人与他一样。究竟是谁害了他们？害他们走投无路，以死抗争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善恶到头必有报。大冢仔，刺客已拿下，即便死了还是可以查的。公主已等候多时了。既然二位口口声声说与己无关，那便赶快前往随国公府，成亲吧。独孤伽罗、杨坚，目睹了这喋血一幕之后，我倒要看看，今日你们这个亲该如何成。这必定是一个让你们终身难忘的婚礼。伽罗，她是我大嫂，她是我大嫂。伽罗，我看出来了，杨家众人都在等着，你们不得不去。独孤家真的没了，但杨家还在，我不能倒下。我们一定要成亲。星都去校。是。有情况，赶快通知随国公。恭喜啊！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是啊，很漂亮。恭喜啊！哎呀，怎么还不来啊？这吉时都已经过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哎呦，到底要等到何时嘛？大喜之日就如此待我，我以后要怎么把她当做大嫂看待哦？啊，公主，稍安勿躁，莫急莫气，稍微再等一会儿，就当是为了我吧。这可是你说的，若不是为了你，我早就翻脸了。是，公主你最温柔贤惠了。心腹来了，心腹来了。
郎中，心腹来了。好。家龙，大嫂，你怎么走得那么慢呀？哎呀，走快一点嘛！公主，我等不及了。杨福，行，交拜礼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便是我杨家的媳妇了。你们要好好对待妻子，夫妻同心，白头到老。我杨坚在此立誓，这一生只娶伽罗一人为妻，生是同欢同忧患，死亦同穴不分离，矢志不渝。伽罗，无论今后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一起面对。你以后也要如此待我。这是自然，这是自然。行，合锦礼。伽罗，回禀大冢宰，那刺客面目尽毁，没有武功，只是一个贱民，实在查不出身份。即便贴了告示，也无人认得呀。父亲，此事必定与独孤伽罗与杨家有关。早听我的话，将他们通通除掉，一了百了，哪还会有这些破事？大冢宰，那刺客的尸首该如何处理呀？扔到野外喂狗。我大嫂呢？我们在靖国公府外等了几个时辰，终于看到了宇文护的手下，将他的尸首抬出来。我们跟随至野外，将大嫂寻了回来。我想去看看他。伽罗，我们已经将大嫂安葬了。大嫂，你死得太冤枉了。若非我冲动行事，你也不会因为要救我而如此惨烈。宇文护羽翼丰满，硬拼只是徒劳。我已费尽心机，最后还要搭上你的性命，伽罗好悔。我们之前将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。宇文护如今必更加防备，想要除掉他，还需有全局的计划，一步一步来。若贸然行动，只会造成更多无辜的牺牲。如今我的亲人一个个离开，我一定要清醒，要理智，慢慢积蓄力量，要以正义令宇文护伏法，为大周除害。大郎，
我们不该以命换命。以你我二人的命，换那个奸人的命，不值得。佳罗，有件事情我早该告诉你，你大哥还活着。我大哥还活着，他在哪里？你莫着急，你大哥如今隐姓埋名，在调查宇文护一党的罪证。他再三叮嘱我，让我不要告诉你。他的本意是希望你能够为了独孤家，好好的活下去，保重自己，不要报仇。我会好好活着。大嫂，你安息吧，我一定会带大哥来看你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我们定会拿这个罪人的鲜血来祭奠你。听闻大冢宰前几日遇刺，为查明刺客身份，闹的是废反迎天，可有查出了什么？没有。天王，但刺客如此胆大妄回禀天王，经秋官府核查，此案确系刺客一人所为，并无疑点。那既然如此，便可结案。众卿还有何事要议？如若没有，便退朝吧。且慢。天王，臣有事启奏。王后，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是大冢宰，他正当着众臣的面逼天王废后。王后，奴婢去请太医。不必了，南枝，为我梳妆、更衣。是。王后并无过错，为何废后？王后屡屡犯错，先是为罪臣独孤信修墓立碑，违背皇室法度，被罚禁闭佛堂3月，此乃天王亲自下的旨意。可他却不顾禁令，私自出宫，踏足罪臣府邸，试问一个不守法度、失德败行的王后，如何母仪天下？天王，魏国公并未被定罪，修墓立碑、陪妹出嫁，皆是人之常情啊。是朕准许王后出宫的，王后并未抗旨啊。王后为了一己私念，惑主媚上，又使天王出尔反尔，诏令西改。王后此举，将天王权威置于何地啊？欺君犯上，祸乱朝纲的人是你，宇文护。王后，朝堂大殿，岂容后宫妇人涉足？来人，将王后请出大殿。大胆！天王还未发话，你区区一个臣子，竟敢发号施令！宇文护，你又将天王权威置于何地？你这还不是犯上作乱吗？王后，天王宽厚仁明，敬你是他堂兄，以礼相待。可人善被人欺，天王才是一国之君，而你却怀不臣之心，妄图凌驾天王之上，臣子霸政，架空军权，是为奸臣，其罪当诛。王后，一派胡言！天王，王后不遵祖宗礼法，后宫干政，请即刻废后。王后，你先回寝宫去吧，朝堂之事，朕自会处理。宇文护，我今日赶来，便没想过再居王后之位。天王，臣妾只想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宇文护他狼子野心，残害忠良。若是再任由他把持朝政，大周必定朝纲大乱，国破人亡。妖言惑众，来人，将他拖出去！住手！大冢宰，天王尚未发话，王后便仍是一国之母，
岂容你如此对待？你知道什么？他病入膏肓，神志不清，还有什么资格再当王后？拖出去！王后，大冢仔，你宇文护，你以为你真能只手遮天吗？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必定会遭报应的。天王，臣妾无能，不能再继续陪伴天王了。照顾好我们的贤儿，我们来世再见。王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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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宣太医，宣太医啊！王后，你天王，千万别再君不君，臣不臣，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王。王后。天王节哀，王后，皇后宾天，皇后宾天。父亲，没想到我与阿爽不在的这几日，家里发生这么多事。皇后嫂嫂是个好人，你们若是不敢劝她，我去劝。让大嫂发泄一下吧。大嫂这样，会把自己累坏的。如今我们能为他做的，也只有不去打扰他了。都回去吧。走吧。大姐也离我而去了。大姐她有远见，有卓识，气度高华，只有她才敢做这样的事。她的作为足以流芳史册，我敬佩她。王后大义凛然，百折不屈之风范，人人称颂，万民同悲。母亲曾说，女人是水做的，可以最温柔，也可以最坚强。大姐，大嫂，从此以后，我独孤家楼的命，不只属于我自己，
我会为你们好好活着。伽罗，我觉得他们并未消失在这天地间，他们只是去了另一处。迟早有一日，你们会再见面，只是或许要再过几十年罢了。在这世上，会有人替他们爱着你，所以你也要好好的爱惜自己。伽罗，若你想念他们，就将这满天星辰当做他们吧。参见天王。参见父王。天王，臣弟知道天王悲痛难抑，更知天王心念王后。可天王是一国之君，不能不理朝政啊。大哥，难道你忘了身为天王的责任了吗？难道你忘了当年我们兄弟三人跟随父王东征西战的雄心了吗？难道你忘了父王对你的期望？记得那次狩猎，父王夸三哥勇武，夸我沉着稳重，但其实有勇有谋的却是大哥你呀。父王将铁弓赐给我，是因父王觉得以大哥你的才智，无需这把铁弓。阿勇要这弓没用，只有大哥带领臣弟，才能张弓搭箭，一统江山呐。如今太子殿下亦渐渐长大，看见天王如此行事，你让他以后如何效仿？天王，臣弟恳请天王重振朝纲啊！父王，母后临终前嘱咐你，一定要做个名副其实的天王，儿臣也希望自己的父王是一个顶天立地之人。母后说，若任由宇文护独大下去，终有一日他会害死儿臣。父王，你忍心看见儿臣死在那个奸贼的手里吗？既然天王执意如此，臣弟也无话可说。唯愿天王还记得自己的身份。真对不起王后，对不起父王遗愿，对不起我大周的子民。公元558年，周国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依旧全面掌控政权。王后离世，终唤醒了天王宇文毓的血性。他开始韬光养晦，表面仍为傀儡帝王，实则已开始准备一步步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。他选择从最不易引起宇文护注意的文化做起。独孤伽罗因愧疚于杨家为自己所做的牺牲，故自嫁入隋国公府后，立即为壮大杨家而努力。在内，他勤学持家之道，将杨家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；在外，
则注重与长安文武官员诸家交好。但凡各家嫁娶、寿辰、天子等，皆一一记下，并备礼上府拜贺，以期改变杨家势单力孤的状况。同时，伽罗大力撮合杨整与蜀国公尉迟迥之女尉迟荣联姻。杨家得到尉迟家的支持，使宇文护有所顾忌，暂获一段难得的喘息之机。啊，父亲，你们都在啊！公主，快过来坐。静说去帮公主拿个垫子。谢二嫂好意，可我还是要坐在我家三郎身边。哼，你呀，还是与二哥好好坐着吧，是吧，三郎？珠儿，大家都在呢。这有什么呀？都是一家人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有什么好遮掩的？既然你不主动，那我主动便是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可不行，就该亲亲热热，是吧，二嫂？我与你二嫂啊，可学不来你们这样。我们俩怎么了？我们俩这样挺好的呀。郎主，这是此次退回来的礼品，是小司马家、贺将军家，还有无妨，先记录下来，放回库房吧。是。人参，大嫂，你送人参啊？哎呀，大嫂，你真是花钱讨没趣啊！外人不知道，定以为我们随国公府钱多的没处花，可谁知我们过的都是缩衣节食的日子呀。大嫂，我才嫁进来没多久，家用已经缩减3次了。那公主，您若是缺什么，我派人给您买去。不用麻烦你，给我钱就行。珠儿，伽罗虽然缩减了3次家用，但均是在我们衣食无忧的前提下缩减的。我们挨家挨户的给人送礼，看上去似是徒劳无功，但其实已经有一些士族在跟我们来往，相信假以时日，一定会有成效。大哥大嫂，我知道你们想拉拢人壮大杨家，可是也要考虑府里的实际呀。正所谓礼尚往来，不能只有往没有来啊。府里的钱像水一样的往外流，没有几个人回礼也就罢了，还常常被人退礼。真不知道你们如何受得了这样的侮辱。反正我是觉得很丢人。今日种因，他日结果。今日未看到果，并非因错了，而是坚持才会有结果。半途而废只会前功尽弃。如今这世道，很多事情都不公平，路亦不可能畅通无阻。但是我们总得主动去争取啊，岂能放任不为呢？可是大嫂，别说了。他们送的礼物都被退回来了，我嫌丢人，他们偏不觉得丢人，还说什么脸面是小事。这个独孤伽罗倒挺能折腾的，他以为靠送礼拉拢关系就能壮大杨家呀，未免天真可笑。就是啊，而且大人公对他还是听之任之，也许是因为伽罗无亲无故，所以更心疼他吧。可是伽罗却不知分寸，一个富人家，整天在外面东奔西跑的，没有一点女人的样子。堂兄，你就放心，反正他也闹不出什么动静来。我有何不放心的？任凭他们如何巴结，也无人敢在我的眼皮底下与杨家交好。堂兄，你最厉害了，有谁敢不听你的话？不过，堂兄，杨家好歹是我的夫家，你也要手下留情啊。那个伽罗就是白花钱办傻事，他为了送那些礼品啊，不停地缩减家用。我现在连一盒国本果油霜都买不起了。堂兄，你看看我皮肤又粗糙了，又黄又干的，
简直像个村妇一样。你当初不是寻死觅活要嫁到杨家吗？现在嫌弃杨家穷了？堂兄，你看我按时向你禀报，你是不是该奖赏我一点什么？感情你上我这儿着吧来了。好了，想要多少，到管家那儿去支吧。啊，还是我对你最好吧。太好了，堂兄，你对我真的特别特别好。不过我们家三郎对我也是特别好。就是没钱。堂兄，你先忙，我去领钱啦。家楼，杨坚，徐大哥，是有何变故吗？为何敢在此地见面？没事，你放心，是因为此处比较偏僻，较为安全。再来，城外离随国公府太远了，担心来去耗费太多时间，让人起疑，所以有劳你跑一趟。你考虑周详，那我们日后就都约在此处。我们既然认准了这条路，就要齐心协力地走下去，不管有多难，我相信。总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。你们如此有信心甚好，但凡事都需适度，不必过于用力。你是指我们拉拢朝臣之事？我们确实一直在做，但成效不大。宇文护老奸巨猾，杨家的行动还是循序渐进为好，否则会引来他的反击。机会总会有的。薛大哥，你今日来一定带来了什么重要消息吧？北国王子阿什纳殿爵欲来大周借兵，他想联合大周攻打齐国。我想趁此机会与北国人合作兵器生意，如此一来可充盈我们的资金，以便召集更多的人手做事。还有一件事，是关于你大哥的。我大哥怎么了？他安好，而且事情已取得进展。之前我们发现宇文护有一处隐秘的冶金铸造工坊，守卫森严，很有可能是其核心所在。如能查获，我们便有足够的人证物证，来揭露宇文护及其同党的罪行。现在你大哥已乔装混入，下一步便是要取得宇文护手下2个管事监上的信任。快点，快点，起来点，快起来！快点，往那边啊！都快点啊！快点！这个放那边去。快点，快点！别偷了啊！快点！大冢宰到。大冢宰，天王匆匆召我进宫，有何要事？这是北国的来信，北国王子阿史那殿爵欲向大周借兵攻打齐国。大冢宰，请过目。天王以为如何？朕以为我大周刚与齐国打完一场硬仗，人困马乏，需休养生息。休养生息？天王难道不清楚我大周与北国的强弱局势吗？北国强于我们太多，他要我们打齐国，若我们不打，将来他们打的就是我们。当初大周与北国联姻，
我便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大冢宰的意思是，此仗非打不可。还有别的选择吗？这场仗，想不打都得打。总有一日，我大周会强大到，让他北国不敢如此轻易对待我们。那大冢宰认为，这次派谁出征比较合适呢？这个就用不着天王操心了，我自有安排。我听说最近天王频频在临直馆与众公卿学士一起研习啊。想必大冢宰也是知道的。朕自小便喜读书写文，朕与学士在临直馆校勘经史，只是兴趣所致。大冢宰若不喜欢，朕不做便是了。你是天王，你愿意做什么，便做什么。朕能力不足，能做的太少，还需仰仗大冢宰。曲调倒是有模有样，不过却少了我北国乐曲特有的气韵。鲁国公夫人，请坐。你找我来，不会只是想让我听你弹奏乐曲吧？这次请鲁国公夫人前来，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确切地说，是想与你共谋一事。我与你能有何事可谋？共除宇文护。你疯了！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难道你之前还未吃够苦、受过罪？多少人受你牵累，你还嫌不够？再说是你要报仇，与我何干？若这件事情跟鲁国公有关呢？若是还跟大周、北国还有天王有关呢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与他们有何关系？我听说令弟、北国王子正在前往大周借兵的路上。若他能要求宇文护出征，那么宇文护一旦离开长安，对每个人都有好处。调虎离山。若是宇文护一旦出征，少则几个月，多则1年半载都有可能。届时，天王便能趁机培养势力，夺回王权。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对大周、对百姓皆有好处。更何况你的夫君能有更多的机会施展拳脚。这宇文护虽然心狠手辣，可论打仗却算不得好。他若配合北国出征，这若是拖累了北国，若是宇文护被要求出征，以他的性格，定会带上最好的精兵良将，因为他一旦输了，不仅自己没有颜面，还会被北国问责，所以他定会竭尽所能地打赢这场仗。我曾听父亲说过，北国可汗一直反感宇文护在两国来往中表现出的强势。若是天王掌权，必定会采取较为柔和之策，这对两国都有好处。可此事事关重大，我虽是殿爵的姐姐，也未必有把握说服他，所以不能直说。该做的都写在上面了，何去何从，尽托于你。我尚未答应你，你莫对我抱有太大希望。客官里边请啊！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小二，客人来了，招呼着。嘿嘿嘿。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姐知你要来大周，迫不及待来见你，便前来迎接。姐姐，你对我还是这么好。自从姐姐嫁入周国，我便时常想念姐姐。你在信中常说自己过得很好，但我没有亲眼见到，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。那你现在亲眼看到了，踏实了吧？姐姐更美了，我放心了。对了，父王他还好吗？父王身体虽大不如前，但雄心壮志还在，一心想扩大北国的疆土。你也知道，这是父王多年来的心愿。莫非你此次前来也是为此？你不必回答了，我知道，我现在也是大周之人，我可以理解。姐姐，你是我亲姐姐，我有什么不能与你说的？再说你很快就知道了。父王此番派我来，便是要连州攻齐。齐国仗着近年来国力强盛，便常常与我们发生冲突。父王认为，若再听之任之，便是长敌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故而想给他们个教训。这样一来，即便一时灭不了他，也能让齐国元气大盛。原来如此，父王有大志。你们此番出征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我有为你们祈福。哎，这大周的妙善庵十分灵验，我带你去拜一拜吧。你不是一向信佛吗？好。天王驾到，北国王子到，参见天王。众卿免礼，赐座。大冢宰，您请上座。哼，什么身份便要坐什么位置？这臣子若坐在君王的位置上，岂不是君臣不分了？是。大冢宰为我朝宵衣干食，劳苦功高，理应上座。大冢宰，请。我劝公子定要与最强大、最有权力的人合作，才能功成归来。有道是，山高云雾漫，只有拨开云雾，方能见红日。公子，可要睁大眼睛，好好看清楚啊！这个国家最有权力、最强大之人，不就是连天王都要礼让3分的大冢宰吗？天王果然是知礼仪、明事理的好君王，所以才有诸多忠臣良将跟随于你。想来此番我来周国的目的，诸位都已了然，所以我想知道，今日在座的哪位大将将与我一同发起？天王心中是否已有定夺呢？大冢宰，您觉得呢？臣以为杨将军乃最合适的人选。可我听说，杨将军手中的精兵都已经交给了大冢宰，如何与我一同伐齐？那王子认为，谁是最适合的人选？你。我？正是大冢宰。大冢宰手中兵多将广，曾经也是战功赫赫。正如天王所说，大冢宰勤于政事，以大局为重。所以我相信，大冢宰与我一同发齐，定会竭尽全力打赢这场仗，为你周国赢得胜利。可是，这大冢宰不会是不愿意帮我北国这个忙吧？我父王说了，这一仗只许胜不许败。
若是你们周国没有诚意，随便派个人与我出征，打了败仗，那我北国先前与周国约定的10年内互不侵犯的承诺，这诚意怕是要减半了吧？这是威胁呀！看来大冢宰要是不答应，殿爵不会罢休啊。听殿爵这话，若是别人打了败仗，以后便有理由进犯我国了，真是无耻。哼，那恐怕这笔账要算到大冢宰的头上了。既然王子已经开口，那我岂有不愿之理？好，大冢宰果然是爽快人，那就有劳大冢宰了。来，期待2位凯旋。来，我敬大冢宰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母后，今日师父夸我的剑术又有了长进，可惜你不在了，我剑术再好也没法保护你了。而且，他们说那个奸人宇文护要父王甄选新后，父王也是迫不得已。母后，你莫要怪父王。待那个新后住进来，这里便不再属于母后了。儿臣也不能再来此处与您说话了。母后，参见太子。姨母免礼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也是因思念母后而来。我找天王商议事情，刚好路过这里。太子，你常常来此处与王后说话吗？太子，以我对王后的了解，她若在天有灵，定不希望你如此。为何？太子也知道，宇文护要天王甄选新后。听说，那宇文护的外甥女也会来参选。以你之见，这王后谁会当选呢？定是那宇文护的外甥女啊。若是你天天来思念你的母后，被宇文护的外甥女知道了，她定会不高兴的。她若是对宇文护说些什么，那你和你父王的处境就会危险了。那我该怎么做呢？或许你该学学你父王，以退为进。没错，伽罗说的对。参见天王。参见父王。你立的大功，免礼吧。大功？天王是说，这事成了？依你所言，朕在国宴上处处捧高宇文护，殿爵王子很快看出宇文护的地位，主动要求他出征。宇文护迫于压力，只好答应。伽罗，真是多谢你，朕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回天王，其实伽罗并没有做什么事情，真正成就这件事情的，是天王你呢。不必谦虚了。来，这块令牌赐给你，见令牌如见朕。日后你若有事，可随时进宫，朕必定全力相助。伽罗，当初没能保护好独孤家和你姐姐，是朕之过。朕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，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天王，如今是新的局面，一切是新的开始，天王不必再为往事神伤。这块令牌，便是朕行使王权的开始。朕要你替你姐姐看着，
朕如何夺回王权，做一个真正的天王，成为你们的后盾。伽罗，今日宇文护答应出征，你立了大功了。此事还要多谢你的夫人，是她说服了颠厥王子，若没有她的倾力相助，此事断不会成功的。你找过他？其实他是个识大体的聪慧之人，我只不过晓之以理，只说若是将宇文护调离长安，将利大于弊，他立刻就明白了。其实我觉得在他心里，他已经完全将自己视为大周之人，所以才会全力的帮助天王，也是为你考虑。你不用总是把功劳推到别人的身上，我知道出主意的是你。我只是希望你看到他的好。伽罗，无论如何，我总是希望你能过得好。谢谢你，我一切都好。我要回府了，你也早点回去吧。请。那就真没别的办法了。哎呀，可这圣意难违呀！不要去，不要去，去了，回不来，回不来。父亲，若父亲真不想出征，干脆就装病不去吧。糊涂！你以为旁人都是瞎子呀？若装病之事被北国知晓，到时候就是北国联合齐国一起攻打我大周，你想让我成为千古罪人吗？再说一统天下，不单是太祖的心愿，也是我的心愿。如今北国势力正盛，借北国之手灭掉他国，不是正好消减了我大周的隐患吗？至于我们和北国的恩怨，总有一日要和他们清算。父亲说的是。现在还是好好想想，我离开长安后，你们如何看住天王吧。大冢宰，云禅姑娘到了。云禅，姨父好。你是结巴？不，我不是，我一紧张，便会结巴。你怕我吗？别紧张。我不紧张。如此岂能成为一国之后啊？哎呀，真是可惜了这副花容月貌啊！父亲，除了表妹之外，天王爷不敢选别的女人当王后吧？是啊，大冢宰，若只是因为紧张才会口吃，倒也无妨，多加练习便可。那也不能让人诟病啊！立刻通知大宗伯，在我出征之前，必须选出新后。啊不，让云禅当上新后。是，我即刻去办。云禅，你不必紧张，你是我的外甥女，在大周
所有人都会敬你怕你，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做王后。进宫受训不过是走个形式，你只需好好学，不要给姨父丢了体面便好。是。伽罗，我在更衣啊。你害羞什么呀？没有，我。你在烧什么？没什么。做成这么大的事，为何不告诉我？他果真还是跟你说了。我是听到王兄和伽罗说话，他还说要多谢你呢。是他出的主意，我只不过是照做而已。他倒是会说话，还很会做人。你不必多疑，他确实说是你的功劳。我可不敢当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也很是惊讶，一个女人竟谋划如此大事，将大冢仔都玩弄于股掌之上，我也不得不佩服他。他说你心向大周，深明大义，你们两个女人呢，还真是惺惺相惜啊。阿用，其实我是为了你。我已在大周安家。这个家是你和晕儿的，我对晕儿视如己出。可是如果我能为你生一个我们俩的孩子，自然最好。今天去妙山庵，弟弟他也有心为我求子。我知道，这一切也都要顺其自然。阿勇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从此再无可能。深情不及久伴。我知道，或许我不及他聪明，可是我对你的心意无人能及。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，天塌地陷也都无惧。我倾心对你，也希望你也能温柔待我。我知道你的好，但你不是我想要的他。情爱里无智者，有些事情可以习惯，而有些人永远也放不下。人最难骗的，莫过于自己的心。把箱子打开吧。啊，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，二夫人，二夫人好。大哥大嫂，大公子，大夫人，各位先生好。过几日天气或会转凉，大郎特地为各位添置了些衣物，以备所需。大公子、大夫人体贴周全，天未凉，已已到。诸位都是我杨家的客卿，理应好好照顾大家。我张健说句由衷之言，这长安城的豪门富户，就杨家对我们这些门客最好，尤其是大夫人，待我们如同亲人一般。是。诸位离家在外，
必定常思念家人。若诸位能够把我们当作家人，那也是我们的福气，请不要客气。是啊，大家别光顾着说话了，快请那边领衣物吧。来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来，过来。谢谢二夫人，谢谢，多谢多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给。蓉儿，这位是前几日新来的客卿陆作谦。陆先生文采斐然，才情出众。原来是陆先生，有礼了。二位夫人不必客气，能为隋国公效力，是在下的荣幸。这个我这个真妙，真的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找我的，蓉儿，我好想你啊！你为何会来杨府？你到底想做些什么？蓉儿，我只是太想你了，我想见你却苦无机会，我只能用此办法混进来。可是我已与杨整成亲了，我如今是杨家的儿媳，你不要再做纠缠了。可你真的爱他吗？自古婚姻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更讲求门当户对。左谦，你就当是我辜负了你，趁无人察觉，你赶快离开吧，好不好？赶快走，赶快走！我不走，我不走。蓉儿，我知道这不是你心里话，你相知相爱的人是我，你还爱我，对不对？年少轻狂，哪懂什么是爱？左谦，如今我只想做个贤妻良母，女人名声最要紧。让我留下吧，至少我们可以时常见到。我保证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知晓我们的关系。夫不贤，则无以育妇；妇不贤，则无以事夫。夫不育妇，则危仪废缺；妇不事夫，则义理堕缺。各位都说说，所言何解呀？你来说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女子应该听丈夫的话，不能不听话。此话之意为，丈夫若是没有贤德，则无法驾驭妻子；妻子若是不贤惠，则无法侍奉丈夫。你们可都记下啦？嗯。原来是个结巴，最简单的话也一窍不通，乡下来的吧？貌美又如何？你瞧他那身衣裳，怪模怪样的。就是，小声点，小声点，人家可是大冢仔的外甥女。哎，对了，姨母，前几日别人送我一把好剑，曾听母后说过，姨母以前也喜欢舞剑，待会儿我带你去看看。好啊，姨母自从出嫁之后，便再未使过剑了。嗯，待会儿让我过过瘾。好。姑娘，为何在此哭泣？我难过。
我想家，想父母，便忍不住哭了。你难过什么呀？谁欺负你了？我帮你去教训他。不，没有人欺负我，只是我自己太笨，什么都做不好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每个人都不应该自卑于自己的短处，应该多看到自己的长处才是。哎，看你身上这件衣裳，纹饰很特别，甚是好看，这说明你眼光独特，是别人所不及的。真的吗？这身衣裳是我在家中自己做的，这布是我自己染的，花也是我自己绣的。旁人都说奇怪，只有你说好看。若是我还能在家中每天做衣裳，那该多好！现在却要进宫竞选王后之位，我一点也不喜欢，可又不得不听姨父的话。你姨父是谁啊？大冢仔。大冢仔？那你放心，你肯定当不上王后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宇文护的人，我父王绝对不会选你。太子的意思是，你若不想当王后，没有人能勉强你。太子，你该念书了，走吧。徐大哥，我们已经设计让宇文护离开长安，你那边如何了？如今兵器生意已取得进展，我们的人手也在不断扩大。待宇文护一走，我便着手部署大家赶往全国各州郡，去调查宇文护党羽的贪腐及其他罪证，先将他的党羽一个个铲除。宇文护再树大根深，若是没了党羽爪牙，也终有被瓦解的那一日。现如今还有个问题，以我对宇文护的了解，即便他人在战场上，也仍然会随时盯着朝中，继续控制长安。当务之急，需尽快找到可信之人，随其发起，监视其动静。若有任何变故，立刻回报给我们，我们才好及时应对。可是哪里去找这个信得过的人呢？伽罗，我可以啊。我以士兵的身份隐藏在千军万马之中，很难被发现。即使被发觉了，我相信我也有办法与他们周旋。可是我觉得不妥。伽罗，没什么不妥的。您可还记得我曾与你说过，之前我跟智仙师太四处云游，见到过不少百姓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是那般无助，那般绝望，不只是因为天灾，更是人祸。在很早的时候，我便告诉我自己，若有机会帮助他们，我定会鼎力相助。如今这个机会就摆在我面前，我想我必须要这么做。你有如此大志，我定会支持。但有个人，他未必能答应。胡闹！你们呐，谋划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何不事先告知我？万一出了纰漏，让那宇文护知道了，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啊？还有你，竟然想着要跟那宇文护出征，还要监视他。届时被他发现你在他的军中做一个小小的兵士，他不怀疑你的动机才怪呢。要知道，那可是战场，刀剑无眼，凶险万分。你想打探他的消息实属不易，可是他要加害于你，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。父亲，所以我已经过深思熟虑，我也有我的想法，我也有我的志向啊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是不会让你出征的。这盘棋太大了，你们必须好好的想清楚，不要做下棋的人不成，反倒成了别人的棋子。都回去歇息吧。父亲，我
去看看他。去吧。父亲从小就教导我，要忠君爱国，为百姓谋福祉。可为何他儿子选择从军的时候，他却要反对呢？因为，他不仅是大周的随国公，更是你的父亲啊。作为父亲，最关心的便是子女的安危。他自己可以去尽忠报国，但是，若要他以子女的性命作为代价去救国救民，即便是圣人，也会犹豫的。那你为何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支持我呢？因为我是你的妻子，我可以跟你同生共死。记得吗？你跟我说过，不能同生，唯愿共死，忠贞不渝，永不变心。夫君如此，为妻一世，请夫君喝了这杯合卺酒。